我月薪7万，全部交给大哥打理，结果自己却餐餐白粥咸菜度日，甚至连底裤都买不起。可大哥还发来语音跟我诉苦：老二啊，钱收到了，但爸这几天的肺气肿又犯了。医护工作人员说得吃那种进口的靶向药。还有啊，妈腿脚不好，我看隔壁李大爷家请了个按摩师，一次才300，我想着也给妈安排上。你这一共才打7万，怕是不太够啊！我捏着手机的手指微微发白，指甲深陷掌心。7万还不够吗？我在1线城市做文案策划，看起来光鲜，实则也就是个高级民工，房租押1付3，水电通勤，每个月到手7万出头，雷打不动给家里赚7万，我自己剩下的钱，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，活得像个苦行僧。哥，上个月不是刚给了8万吗？说是修缮老房子的屋顶，这还没到月底，怎么又要钱？那边回复的很快，这次是文字，带着明显的不耐烦。老二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在大城市吹空调坐办公室，不知道家里的苦。爸妈岁数大了，身边离不开人，我和你嫂子天天端屎端尿的伺候，连工都打不成。你以为我们在家享福呢？你要是觉得钱多，你回来伺候，我出去打工，我每个月给你转8万。又是这套说辞。每次只要我稍微对账目提出一点疑问，大哥就会祭出这面道德大旗，仿佛留守在父母身边就拥有了无限的豁免权和索取权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试图讲道理。哥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爸的那个药，医保能报销一部分，按摩这种事，嫂子不是在学推拿吗？能不能？行了，博小啊，你哥你嫂子不容易，你再出身体上赔了，出点钱怎么了？是不是觉得妈老了，花你几个钱心疼了？听到母亲苍老又带着责备的声音，我心里筑起的防线瞬间崩塌。那是生我养我的妈。没有妈，我没那个意思，我就是问问，怕钱没花在药链上。你哥办事你还不放心？行了，赶紧再转3万过来，明天要去拿药了。我看着微信余额里仅剩的3万零2000块，那是留着下个月交房租的钱。犹豫了3分钟，我还是转了3万过去。那一刻，我看着卡里剩下的这2000块钱，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，以为只要源源不断的输送饲料，就能换来家庭的和睦，换来父母的安康。但我忘了，贪婪是人性的黑洞，根本填不满。我没告诉家里人，公司临时调整了项目，给了我3天调休，加上周末，我有5天的假期。疲惫的我买了张高铁票，提着2盒公司发的昂贵燕窝，还有几件给侄子买的衣服，踏上了回乡的路。我想给他们一个惊喜，或者说，在这个疲惫的时刻，我也想回家吃一口热乎饭，听妈喊一声我的乳名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等待我的不是惊喜，而是狠狠的一巴掌。老家在县城边上的城乡结合部，带院子的2层小楼。这房子还是5年前我刚工作时拿出所有积蓄帮家里翻新的。当时大哥说他要结婚，家里房子太破，女方看不上，爸妈哭着求我帮忙。我贷了款，借了钱，凑了30万寄回来。结果婚礼上，亲戚们都夸大哥有本事，盖了这么气派的小楼，没人提过我的一句好，我也没计较，毕竟是一家人。下午4点，阳光正好，我拖着行李箱走到家门口，脚步突然顿住了。原本堆放杂物的院子门口，赫然停着一辆崭新的 SUV， 绝望 U8， 看漆面和轮毂是高配版，落地至少40多万。大哥连工作都没有，平时靠打零工和家里的几亩地过活，嫂子更是全职主妇，他们哪来的钱买车？难道是彩票中奖了？疑惑在我心头盘旋，我推开虚掩的院门，院子里静悄悄的。大哥那屋的门紧闭着，隐约能听到空调外机的轰鸣声，那是家里唯一的一台空调，也是我去年夏天买给爸妈怕他们中暑用的，结果被大哥装到了自己屋里。理由是侄子怕热，爸妈老寒腿，吹不了空调。我压下心头的不适，走向堂屋。堂屋的光线有些昏暗，一张掉了漆的8仙桌旁，父亲正佝偻着背坐在那里，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碗。爸，我喊了一声，父亲浑身一抖，差点把碗摔了。他回过头，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惊讶，紧接着闪过一丝慌乱。博小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没有惊喜，只有慌乱。我走近几步，看清了桌上的饭菜，一碗稀得能照出人影的白粥，还有一碟黑乎乎的咸菜疙瘩。除此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爸，你就吃这个。妈呢？哥和嫂子呢？父亲手足无措地把咸菜碗往身后藏了藏。啊，那个，我想吃清淡点，清淡点养生。你妈去打牌了，你哥和你嫂子带小宝去县城吃肯德基了。吃肯德基？我看着父亲瘦得皮包骨头的手腕，想起1周前大哥在电话里说的话。爸肺气肿犯了，要吃进口药，妈要按摩。爸妈身体不好，需要营养。那进口药呢？哥不是说你要吃靶向药2000多一瓶的那个药呢？父亲眼神躲闪，支支吾吾。吃完了，刚好今天吃完。瓶子呢？我看看是什么牌子，下次我直接从大城市买了寄回来。我不依不饶，继续追问。扔了，晦气东西留着干啥？父亲突然提高了嗓门，似乎想用音量来掩盖心虚。我不信，我转身走向角落里的垃圾桶。哎，你这孩子翻垃圾干什么？脏不脏啊？父亲急了，想要站起来拦我，但他腿脚不利索，没能拦住。我一脚踩开垃圾桶的盖子，里面只有几个鸡蛋壳、一些烂菜叶，还有一个白色的药瓶。我弯腰捡起来，那是一个很普通的白色塑料瓶，上面贴着标签“复方甘草片”，生产日期是上个月的。这是止咳药，
几块钱一瓶，根本不是什么靶向药，更不是什么进口药。我的手在发抖，不仅仅是因为愤怒，更是因为一种被至亲当猴耍的悲凉。哦，这就是大哥说的2000块一瓶的救命药。父亲的脸涨成了猪肝色。你审犯人呢？吃什么药是我乐意，这药怎么了？这药止咳效果好，那些洋玩意儿我吃不惯。他嘴唇哆嗦着，突然把筷子往桌上一拍。那钱呢？我上周转了7万，前天转了3万，这10万块钱就换来你喝粥吃几块钱的甘草片。钱存起来了，留着以后急用。存起来了？是存到那辆车里去了吧？就在这时，院门外传大哥一家3口声音，紧接着是欢声笑语。哎呀，这新车坐着就是舒服，真皮座椅就是不一样。那可不，这车动力足，下次咱们开车去省城旅游。爸爸，我还想吃蛋挞。侄子在撒娇，一家3口提着大包小包，满面红光的走了进来。他们看到站在堂屋门口面色铁青的我，笑声戛然而止。大哥愣了一下，随即脸上堆起了一层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假笑。哎呦，老二回来了，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，哥好去车站接你啊。你看这事儿闹的，家里也没准备啥菜。哥，这车不错。我淡淡的开口。嗨，朋友的车借来开2天的，你知道家里没个车不头疼不方便。大哥下意识的把车钥匙往兜里揣了揣，打着哈哈。借的？难道季伯达是你朋友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大哥的脸色变了，他知道瞒不住，索性也不装了。伯小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是你亲哥，买辆车子怎么了？这不想着有车了，带爸妈看病方便点吗？用看病的钱买车，确实挺方便的。我举起手中的甘草片瓶子，狠狠地摔在地上。这就是你给爸买的进口药。我又指着桌上的咸菜白粥。这就是你说的端屎端尿。我每个月给你们7万块，你就让爸吃这个？你们吃肯德基，开新车，让爸在家喝粥。气氛瞬间凝固到了冰点。嫂子一看情况不对，立马把孩子往屋里一推，转过身来就开始抹眼泪。那演技不去拿奥斯卡，真是可惜了。伯小啊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这车也是为了这个家呀。你不知道上次咱妈半夜发烧打不到车，你哥背着走了3里地，我们看着心疼啊，这才咬牙贷款买了车，首付都是借的，每个月还要还6000多房贷，我们容易吗？借的是用我给爸妈的医药费付的首付吧？够了！你一回来就吵吵，有你这么当弟弟的吗？你哥那是为了我，也为了这个家，他在我身边伺候我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拿点钱怎么了？那是他应得的。你呢？你1年回来几次？除了给几个臭钱，你尽过一天孝吗？啊，良心被狗吃了的东西，滚！给我滚出去！父亲的咆哮声在堂屋里回荡，大哥和嫂子站在一旁看着我，嘴角隐隐挂着一丝得意的冷笑。那一刻，我看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父亲，突然觉得浑身发冷。原来在他们眼里，我付出的所有努力，所有的血汗钱，都只是几个臭钱，而大哥拿着我的钱挥霍，却成了应得的。这就是我的家，这就是我拼命守护的家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感觉胸口有什么东西碎了，但又有某种坚硬的东西长了出来。好，爸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既然哥伺候的这么好，既然我的钱是臭钱，下一秒我拿出手机，当着他们的面打开了银行 APP， 解绑了那张每个月自动转账的亲情卡。那从今天开始，这钱我不出了。就在此时，母亲提着菜篮子回来，我转身回到自己的侧卧，门外传来父亲故意拔高的叹气声和大哥摔摔打打的动静，这些声音像针一样扎进耳朵里。2个白眼狼，翅膀硬了。妈，你看他把爸气成啥样了？这个月房贷还没着落呢。我看着手机银行里的余额，心里那个计划越来越清晰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出门了。我没去买菜，也没去给父亲买药，而是直奔县城最大的家政服务中心。既然你们说我不出力，那我就花钱请个专业的人替我尽孝。我去家政中心雇了一位金牌护工梅姨，50岁出头，山东人，体格壮硕，说话嗓门大，一看就是那种干活利索且不好惹的主。我跟家政公司签了合同，工资8000，月结直接打给公司，不经过任何个人之手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，必须保证我父母吃好喝好。如果有人抢老人的吃喝或者阻碍护理，直接向我汇报。当我领着梅姨回到家时，大哥大嫂正围在桌边吃饭，桌上摆着红烧肉、油焖大虾，依然没有父亲的份。桌子另一头，父亲面前只有一碗清汤寡水的面条。看到我带个陌生女人进来，大哥愣了一下。老二，这谁呀？这是梅姨，我请的专业护工。我将一份合同啪的一声拍在桌上。你不是说你也得打工，嫂子也要忙吗？以后伺候爸妈的事就交给梅姨，你们忙你们的。护工？哎呦，请护工那得不少钱吧？一个月得3、4千。8000，伯小啊，你是不是傻？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你把这8000块钱给我，我肯定把爸妈伺候得像皇上一样，何必便宜外人？父亲也听到了动静，虽然对护工有些抵触，但一听8000，立马心疼了。就是，伯小，让你哥伺候就行，这钱给你哥还能贴补家用。爸，
昨天是谁说哥太辛苦，没日没夜端屎端找的？既然辛苦，那就该歇歇。我是心疼哥，特意花钱让他解脱。梅姨，上岗第一件事，我爸身体需要营养，这红烧肉和大虾，麻烦你给端到我爸面前去。好的，老板。梅姨是个实在人，她二话不说，直接把红烧肉和大虾端了起来。嫂子急了，伸手要抢。哎，你干什么？那是我做的。梅姨眼一瞪，手里拿着那种不锈钢的饭勺，往桌上一磕。我是专业的，老人缺蛋白，这肉就是给老人吃的。嫂子被梅姨的气势吓了一跳，看向大哥。行，你有种，宁可给外人也不给自己人。我看你能撑几天。这一刻，看着大哥吃瘪的表情，我心里积压多年的郁气终于散了一点。接下来的2天，家里变得格外热闹。滚！你个外地泼妇，这是我家，我想拿什么就拿什么。怎么回事？老板，这男的进屋就要翻柜子，把你送礼的烟拿走了。我说那是你的东西，他不给，还推我。我是他亲哥，拿2条烟怎么了？我拿去换点钱加油怎么了？原来如此，没了我的供养，他的绝望 U8 连油都加不起了。放下，那是送人的。我就不放。博小，我告诉你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弄个外人在家监视我们，让爸妈吃独食，你这是想逼死我们啊！今天这烟我就拿了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就在此时，父亲也拄着拐杖从屋里出来了。哎，博小啊，不就2条烟吗？给你哥吧，他那新车没油了。我的心再次像被浸入了冰水里。爸，梅姨被他推伤了。乡下人皮糙肉厚，碰一下怎么了？大惊小怪的。你赶紧把这女人辞了，1个月8000，看着就心疼。把钱给你哥，让他把车贷还了，这才是正经事儿。在这个家里，无论大哥什么混蛋事，在父母眼里都是情有可原，而无论我怎么付出，只要不顺着他们的意，就是大逆不道。听见没？这家的主人让你滚，赶紧滚蛋，剩下的工资别想要了。哥，你真觉得这钱我必须给？废话，爸妈养你这么大，你就该出钱，长兄如父，你也该养我。好，我点点头，拿出了手机。大哥以为我要转账，脸上立刻露出了贪婪的笑容。这就对了嘛，一家人。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，这里是季家村38号，有人入室抢劫，还故意伤人。堂屋里瞬间死寂，大哥的笑容凝固在脸上，像是见了鬼一样。父亲更是吓得拐杖都掉了。你报警抓你哥，你疯了？我没疯，既然你们不讲亲情，只讲利益，那我们就按法律来。抢劫1400，够拘留了。梅姨，一会儿警察来了，你去验伤。好嘞。博小，我不要了还不行吗？晚了，刚才已经给过你机会了。博小啊，不能报警啊！把你哥抓了，车贷谁还啊？原来嚣张都建立在我的忍让上，车贷还不上，那就把车卖了。不行，不行，卖了车，我们在村里怎么抬头做人？那是你们的事。我转身对梅姨说：梅姨，以后除了爸妈那屋，其他地方不用管，再动手就报警。1周后，我正在办公室里开会，手机在桌上疯狂震动，屏幕上显示着梅姨，我心中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立刻溜出会议室。喂，老板，出事了，我对不起你啊！我就去后院晒个被子的功夫，老太太手上的金镯子呢？不见了。怎么丢的？今天是你哥那个贷款货业日，上午银行好像打电话来催了。刚才我看你哥鬼鬼祟祟的从老太太屋里出来，骑着摩托车就跑了。老太太醒了，一摸手腕，现在正在家里哭呢。果然狗急惯强了。梅姨，你先安抚住妈，别让她急坏了身子。我这就给大姐打电话。挂断电话，我立刻拨通了大姐季慧飞的号码。喂，博小啊，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姐，出事了，哥把妈那个金镯子偷走去卖了，说是要还车贷。什么？季伯达那个王八蛋，那镯子可是……大姐的话突然卡住了，语气变得有些慌乱和古怪。那镯子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是说，那镯子那么贵重，他怎么敢？博小，你别急，我这就回老家，反了他了。大姐的反应不对，按理说，听到2万多的金镯子被偷，应该是愤怒心疼，但大姐刚才的语气，更多的是心虚。难道那个镯子有问题？而另外一边，大哥手里拿着那个金镯子，满脸通红的回来了。哭，就知道哭！你大闺女真是个好东西啊，拿个假货糊弄你3年，
我去金店，人家差点报警抓我，说这是同镀金的。这就是你嘴里最孝顺的大女儿？假的？假镯子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。伯小，姐求你个事，镯子的事你千万别跟妈说实话，就说是哥买错了。姐这2年难啊，你姐夫破产了，我实在是没钱买真的，就是想让妈高兴高兴。我给你转5000块钱，你先帮哥把车贷还上行不行？别让事情闹大了。而监控里面对拿着假镯子暴跳如雷、逼问大姐下落的大哥，父亲刚想阻止大哥，可手刚伸出去，整个人就像一根枯木一样栽倒在地。一场荒诞的闹剧，扯下了家里最后一点遮羞布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手里的签字笔啪的一声断了，迅速拿起车钥匙冲出办公室往家里赶。还没走到抢救室门口，就听见大哥那标志性的大嗓门正在嚷嚷：先救人不行吗？我弟是大老板，等他来了给钱。家属冷静点，这是医院规定，病人是脑溢血，情况危急，不交钱药房开不出药，手术室也排不上。我不管，反正人死在你们医院就是你们的责任。母亲坐在长椅上，眼神空洞，而大姐在旁边着急地打着电话。我的脚步声让嘈杂的走廊静了一瞬。怎么回事？伯小，你可算来了，赶紧交钱，爸快不行了，医生非要2万块钱押金。大姐，你不是赶回来了吗？镯子是假的就算了，爸救命的钱你总该有吧？大姐脸色惨白，支支吾吾。我的卡都被冻结了。伯小，你知道姐夫破产了？那你呢？爸每个月的退休金都在你手里，这1年也有好几万了吧？那钱平时买菜加油都不够，哪有存款？老二，这时候你还算账？你想看着爸死吗？够了，我不想再听这些恶心的推诿。看见没？我就说我弟有钱，这卡里肯定有钱，多刷点，把最好的药用上。刷卡交5万，但是有一条，这笔钱仅限用于在这个医院产生的所有医疗费用，如果有多余的，直接退回原卡，任何人不得提现。老二，你什么意思？防贼呢？我和你嫂子在这守夜，不用吃饭呀，不用打车啊。你们吃饭打车关我什么事？我只救爸的命，不养你们的懒。手术进行了4个小时才结束，命是保住了，但人偏瘫了，右半边身子不能动，说话也有点含糊不清，后续需要长期的康复处治疗和药物维持，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而且离不开人照顾。医生，这得住多久啊？能不能回家养着？医院太贵了。是啊，大夫，这偏瘫是不是就好不了了？那要是好不了，花再多钱也是个无底洞啊。如果爸此刻醒着，听到他最疼爱的大儿子和大女儿，第一反应是嫌弃他是累赘。伯小啊，妈妈知道你有钱也有本事，你爸这后续，你看能不能把你那个护工梅姨再叫回来？我和你哥伺候不来啊。反正你也付过钱了，我给他的任务是照顾健康的父母，不是伺候瘫痪的病人。现在每天300，一天300，抢钱啊！一个月不得9000，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啊！那你们自己伺候。哥，你是长子，爸那套房子以后也是你的，你不伺候谁伺候？大姐，你是长女，爸以前最疼你，你也该处理。要上班还要还车贷，我家里也一堆烂摊子。那好办，这里有一份赡养协议。既然你们不想出钱也不想出力，那就把账算清楚。第一，爸妈现在的这套老房子以及爸名下的所有存款，虽然已经被大哥花光了，全部归我。作为交换，我负责爸所有的医药费和康复费，并聘请护工。什么？房子归你？凭什么？我是儿子，房子必须是我的。第二，如果不愿意放弃房产，那就3子女平摊费用，每人每月出3000块钱医药费和护工费，并且轮流赔偿，或都自动放弃继承。我也没钱，我想你使这事是逼死我们啊！你我的钱是我自己挣的，还不是大风刮来的。你用2万多的名义骗了妈3年，其实是个200块的地摊货，这笔账是不是也该算算？还有哥，你的车贷马上又要逾期了吧？听说银行已经在走程序准备收车了。如果你签了这个放弃房产的协议，我可以把这个月的车贷还上，给你个缓冲期卖车。如果你不签，那咱们就耗着。反正我有钱，我可以给爸请最好的护员，但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。等爸走了，咱们再打官司分房产。你猜到时候你能拿多少？老二，算你狠，房子归你了，爸也归你了，以后别来烦我。放心，只要你不来烦我，我永远不会找你。哼。大哥冷哼一声后，转身走向路边那辆落满灰尘的绝望 U8。当他打开车门，准备发动车子时，汽车发出几声沉闷的咔声，引擎毫无反应。他烦躁地拍打方向盘，随后下车，一脚踢在了车门上。我车，连你也跟我作对！就在这时，一辆拖车停在绝望 U8 前，几名彪形大汉跳下车，径直走向大哥。季伯达是吧？你在我们平台借的高利贷，连本带利10多万，逾期违约。现在按合同收车。什么？我不就是欠了银行几千块吗？刚还上啊。那是车贷，你网贷的窟窿自己心里没数。拖走。2名大汉熟练的给车挂上拖车钩，大嫂吓得捂住嘴。不能拖车，这是我的命根子啊！大汉毫不客气地将大哥从车上拽下来，甩在地上。绝望 U8 被缓缓拖起，大哥在地上滚了一圈，冲到我面前，扑通一声跪下，着急地说道：“不小，
救救哥，帮哥把这10万还了吧！哥求你了，哥给你跪下了。曾经我为了帮他还赌债，吃了3个月的泡面，现在看着他像条狗一样，我只觉得可悲。哥，你的车保不住了，你的面子也保不住了。至于你的债……紧接着我又掏出手机给梅姨发了一条微信：梅姨，你们过年愿意回来，只需要照顾那个瘫痪的老人。至于其他人，现在不断再看任何人的脸色，这个家现在我说了算。第二天下午，母亲瘫坐在地上，眼神空洞，手里紧紧攥着那个黄铜镀金的假镯子。都是骗子，都他妈是骗子！车没了，面子全没了。大哥冲进堂屋，一把抢过母亲手里的假镯子，狠狠砸在墙上，镯子断成2截，掉在地上。现在好了，全村都知道我季伯达连辆破车都保不住了。父亲拄着拐杖，颤颤巍巍地走出来。他看到满地狼藉和撒泼的大哥，脸色难看。啪嗒一声，拐杖从他手中滑落，掉在青砖地上。老头子！梅姨冲进堂屋，拖住父亲的头，然后打给了我。老板，快叫救护车！老爷子像是中风了。这就是你们宠溺了一辈子的儿子和女儿，最后把你们气进医院的，正是他们。当我赶到县医院急诊科时，母亲在一旁抹眼泪，六神无主。伯小啊，你可来了！医生说那是脑溢血，要开刀，要好多钱啊！老二，带钱了吗？赶紧去交费，医生催好几次了，要预揪5万。我甩开母亲的手，走向护士站。我是季建国的儿子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你是家属，赶紧决定吧。病人脑出血量有点大，必须马上手术清除血肿，不然大概率偏瘫，甚至有生命危险。手术费多少？预交5万，后续 ICU 还得看情况，准备10万吧。10万？抢钱啊！护士，能不能不手术？我们的村里老王头也中风，人家吃点药挂点水就好了，也没花10万啊。每个病人情况不一样，你家这出血量大，不做手术人就没了。没了就没了。此话一出走廊里，所有人纷纷向我们投来惊讶的目光。哼，伯达，你说啥？我说错了吗？爸都70了，还有高血压、糖尿病，就算花了10万救回来，万一瘫痪了怎么办？谁伺候？咱家哪有10万块钱往水里扔？车都被拖走了。他说着，转头看向我，眼里闪过一丝恶毒的光。伯小有钱，但他的钱还得给我赎车呢，总不能为了个快死的老头把活人的日子过垮了吧？所以呢，你的意思是放弃治疗？这叫保守治疗，我们就输液，听天由命。你也别装孝顺，有能耐你拿钱啊！你要是肯出这10万，你就救，反正我没钱。作孽呀，作孽呀！这是你亲爹呀！这时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大姐。伯小啊，我听说爸病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在去外地的路上，回不去啊！你先顶着啊，钱的事儿你也知道，姐现在困难。手术室的门被推开，医生拿着手术同意书大步走出来。商量好了吗？再不签字就来不及了。大哥一屁股坐在长凳上。我不签，没钱。你是长子，你不签谁签？这可是人命，要做就做保守治疗，命这东西看天意。哼！我看着这一幕，突然笑了，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。爸，此时此刻，如果你还有意识，听到你最疼爱的大儿子这句话，你会是什么心情？我签。你签？你凭什么签？你有钱吗？伯小，我告诉你，这钱你出了就是你自愿的，别指望家里还你1分钱。而且这钱你不如给我，咱们回村里找赤脚医生。滚！大哥被我的气势吓住了，缩回了手。刷卡，5万不够我再补，用最好的药进最好的 ICU。大嫂看着那张小票，眼睛都绿了。5万，那可是5万啊！要是5万，不想你个败家崽子，给医院送钱都不给你哥。手术室的灯重新亮起，父亲被推进去了。我转过身，看着这群所谓的亲人。听着，这钱是我借给爸的，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从今天起，我会雇2个全职护工，24小时轮班倒，不许你们任何人插手护理，也不许你们碰哪怕1分钱的医药费。凭什么？我是长子，我得管钱。你管钱？我不紧不慢地掏出手机，点开屏幕，将音量调到最大。没了就没了，就算花了10万救回来，万一瘫痪了怎么办？录音在大厅里回荡，周围的病患家属都投来了鄙夷的目光。你阴我？我这是为了自保。哥，你说如果我把这段录音发到村里的群里，发给你们厂里的领导，发给你那些狐朋狗友，大家会怎么看你？别发！
波小，哥错了，哥刚才就是急糊涂了。那就闭嘴，想要我不发录音可以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消失。手术期间，我不希望看你们在这儿碍眼。等爸醒了，我会告诉他是谁救的他，又是谁想让他死。回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值钱能卖。波小啊，你哥他其实……妈，如果你还想帮他说话，那这医药费我就退了，反正那是你老伴儿，不是我的。这10万块不是为了尽孝，而是为了买一个清白。从今天起，我有权决定怎么对待这个家。病房内充斥着药水味，父亲躺在病床上，半边身子僵硬地瘫着。博大，父亲费力地挤出几个字：爸，你在找大哥吗？他忙，来不了。忙？什么？忙着算计怎么把那辆破车赎回来，忙着算计怎么省下你的医药费。哪怕到了这个时候，他想见的还是那个要放弃他的大儿子。你不信？我拿出手机，再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点开了那段录音。爸都70了，万一瘫痪了怎么办？谁伺候？咱家哪有10万块钱往水里扔？这叫保守治疗，命这东西看天意。大哥那熟悉的声音在安静的病房里格外刺耳。我收起手机，继续补刀。还有大姐，大姐听说你要花钱，连夜坐车去了外地，电话都拉黑了。爸，这3天你的手术费、住院费、护工费，一共11万3千都是我交的。你看清楚了，是我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的。而你的宝贝大儿子，当时正巴不得你死在手术台上，好省下钱去赎他的车。父亲的手剧烈颤抖着，那沓单据像雪片一样散落了一地。别说了，波小，你别说了。为什么不说？这一刻虽然贵，但既然我花了钱，就得让你们学明白。1周后，父亲转入了普通病房，大哥终于露面了。老二，自家人照顾多贴心啊，外人哪有自己儿子尽心？你把那每月6000块的护工费给我，我保证把爸伺候的白白胖胖。我冷笑一声，没有理会他。签了吧，赡养协议，一次性买断，以后不再出钱。爸这次生病，我已经支出了12万。对，按照法律规定的赡养义务，足够抵消我未来10年该出的赡养费。从天起，我有权利我家才有哥催要吃饭。你不说你实在是长子吗？你不是要拿家产吗？这房子、这地，还有爸妈攒的那点棺材钱，我都不要，都给你。对应的屎尿屁的活也归你。凭什么？我不签。你要是不愿意，我们就法院见。到时候我会申请财产保全，把你们住的那套老房子查封拍卖来抵医药费，顺便把你那段弃养的录音公之于众。行，算你狠，季伯小，你真行！以后爸妈死了，你都别回来磕头。那是我的事，不劳你费心。爸妈，从小到大，你们一直说大哥才是你们的指望，现在如你们所愿，我不会再管了。护工我已经辞退，从明天起，你们的好大儿会亲自照顾你们，往后好坏全看你们自己。祝你们好运。困住我20多年的阴霾彻底散了。3年后，我开着一台黑色霸气的 SUV， 缓缓行驶在县城破旧的街道上。车窗外是嘈杂的菜市场，一个头发乱糟糟、比3年前老了10岁不止的女人正蹲在路边，是大嫂，正跟一个卖菜的小贩为了几毛钱争得面红耳赤。哎，那就是老季家的大媳妇儿，造孽哦！听说她老公天天喝酒打人，家里躺着个偏瘫的老头，全家就靠他捡破烂活着，活该！听说当初为了不想给老头治病，把在大城市当经理的小儿子气走了，现在好了，留下一窝烂泥。就是啊，真是造孽哦！大嫂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猛地抬起头，她的目光穿过嘈杂的人群，直直地落在那辆豪华的 SUV 上。隔着玻璃，她看清了驾驶座上的男主。大嫂的瞳孔瞬间放大，脸上交织着极度的难堪、震惊与悔恨。这世上有些亲人是缘分，有些亲人是劫数。度过了劫，前面就是海阔天空。我升起车窗，隔绝了外面的嘈杂。我没有停留，一脚油门，后视镜里那个破败的小县城越来越远，直至变成一个小黑点，彻底消失不见。